是凯，今天要分享的生酮甜点食谱是超级松软的无糖版本奶油夹心面包。经过了几次调整和测试，成功解锁了 Tina 推荐的这款网红面包。凯试过了那么多的生酮面包食谱，口感都很劲道，唯独这款生酮面包极其松软，而且也有很好的支撑力，不需要吐司膜也可以个个圆鼓鼓的哦。我的频道会在每周一和周四分享一款生酮、低碳、无糖的健康食谱，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次的分享哦。然后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称1克速发酵母，然后往碗里倒入60克的温水，用刮刀搅拌把酵母化开。接着称30克代糖，我用的是阿乐酮糖，放一旁备用。然后在大盆子里称10克燕麦纤维、17克亚麻籽粉、45克谷燃粉。谷燃粉是这食谱的关键食材，所以不能替代哦。但也是因为这样，这次的生酮食谱就不适合肤质过敏的小伙伴了。1/4茶匙盐巴除了增添微微的咸味，也能帮助面筋的形成哦。1/4茶匙黄原胶帮助粉类粘合，和半茶匙香草粉综合一下谷燃粉的味道，搅拌均匀，像这样。然后打1颗蛋，把27克的蛋白倒进酵母水里。如果刚刚你没有香草粉，也可以这时候加入香草精哦。搅拌均匀，然后全部倒入干料，挤1小片柠檬汁，让面包更柔软，也可以综合一下谷燃粉的味道。这食谱用了阿乐酮糖，所以很容易上色，酸性物质也可以减缓面包上色哦。然后搅拌均匀，像这样。接着放面包机搅打，这时候称7克的黄油，10分钟后把黄油和一开始称好的代糖放进面包机里。因为我的阿乐酮糖有点结块，所以用筛子过一下。油和糖都会影响面筋形成，生酮面包本来就很难形成面筋，所以我们晚一点才加入油脂和糖分。接着再继续搅打10分钟，然后拿出来，戴上手套继续揉面。生酮面包的膜不能拉到很薄，只要不要一扯就断，大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称一下面团，用刮刀平均切成3份，然后隔着保鲜膜用擀面杖压平，然后再把它往中间折起来，反过来搓圆，要确保底部完整收口哦。然后再把面团搓高一点，因为在发酵的过程会再塌下来一些。然后盖上保鲜膜，醒发30到60分钟。大概 1.5 倍大的时候，就可以把面团移到烤盘上，然后送进1热烤箱，175度烤15到18分钟。如果上色太快，可以盖1张细纸。生酮面包烤好就可以放一旁晾凉。这时候我们可以来做无糖奶油霜，在大盆子里称25克的代糖，然后倒入150克的淡奶油，隔着冰水开始打发，大概到这个状态，然后用刮刀搅拌一下，放裱花袋里面，然后用夹子夹起来，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把面包切开来，但不要切断，慢慢挤上奶油，然后用抹刀把多余的奶油刮掉。接着再撒上代糖粉，我们的无糖奶油夹心面包就完成啦。让我给你们看看我做失败的面包。
这配方酵母放多了，糖也每晚一点加入，面包发过度，面筋力量不够，从烤箱拿出来就塌了。这是第一次做的面包，烤的中途刷了蛋液，所以有一层亮面，但整形的时候没确保收口完整，面包烤的过程膨胀不均匀。接着就是放了1倍的黄油，而且烤的时间太短，面包也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，记得为这影片点个赞。今天的问题是，你们最喜欢的非生酮美食频道有哪些？中文频道的话，凯最喜欢的是小高姐；英文的话，凯最喜欢的是去年退出 BA Kitchen 的 Claire。记得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最爱吧。那我们过几天见咯，拜拜。